这是2001年的考研翻译的题。2001年不分英1和英2了，走吧。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s hosted by robots。别读了，谓语找到了老师 will be 就这么快。这是个 there be 句型 ，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s hosted by robots and cars。好嘞，说明 and 后面有可能有省略哦。省不省我也不知道呀，我要读一下才知道呀。反正我已经知道第一句话是 there be 句型了 ，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s hosted by robots。我还没讲，你都应该知道，它应该是个定语在修饰前面这个名词。定语专题咱们会讲有5个小时，请你敬请期待。现在你就差不多听懂就行了，好不好？不急哈。上次有个同学说，那刘老师，我认为 hosted 也是个动词呀。再说一遍，动词加 ad 有2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个动词，也可能是一个非谓语动词里边的过去分词。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过去分词？因为一句话只能有一个动词呀。will be 已经是个动词了，它一定是个过去分词呀，做定语啊，修饰 chat shows 呀。第二句话来 and 第二句话 cars with pollution monitors， 这不是定语吗？汽车，什么汽车呢？带有什么的汽车，对不对？ That will disable them when they offend。 同学们，你应该明显知道这是个定语从句，在修饰 pollution monitors 呀。pollution monitor 这个名词后面跟着从句，定语从句在修饰它呀。所以这个 will disable 没有用啊，因为它前面有 that 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呀。offend 虽然这个动词前面有 when 啊，所以 offend 也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呀。那刘老师，and 后面这句话没有谓语呀？你这个是从句的，那这个是从句的 ，and cars 后面都没有谓语啊。是，同学们看 ，and 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and 后面这一坨都没有谓语，说明它都不是句子，说明 and 后面一定有省略。能听懂吗，朋友们？能听得懂对不对？and 这不讲了吗？前面是句子，后面一定是个句子呀。那刘老师 and 后面省略了谁？你找试试吧，同学们。来，对吧？你都会找了吧，同学们 ？cars 是个什么词？名词。with 这一坨什么定语 ？and 后面有一个名词加定语，你能不能在 and 前面那句话也能找到名词加定语的对应成分 ？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s hosted by robots。名词是 television chat shows， 定语是 hosted by robots。所以 television chat shows 对应的是 cars。hosted by robots 对应的是 with pollution monitors 哈巴的那么的 offend。所以连词前比连词后多了谁？大声说 ，There will be 省略了主谓 ，There will be， 对吗 ？There will be 哈巴的那么黑 ，and there will be 哈巴的那么黑。说完了，对我们翻译成。我们将会有电视哈得得，并且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汽车？好，你找到了吗？这东西我都没有读。刘老师说先读个试试，哎，这个读起来意思通畅就没有省略，读起来不通顺有省略，我都没有读，因为 and 前面是个句子 ，and 后面一定带这个句子，显然它都没有谓语，那肯定省略啦，省略这我一对应不都出来了吗？好，来吧。咱们来讲这句话，这是 and 并列的2个 there be 句型。第一句话很简单，我们将会有电视聊天节目。chat 聊天呀 ，shows 是节目呀，你翻译成秀也行。对，我们会有电视聊天秀也可以，因为中国人也说秀嘛。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电视聊天节目呢 ？hosted 主持，谁主持？机器人，那就是我们将会有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聊天节目。and cars。我们还会有汽车，加个还呀，我们还会有什么的汽车呢？带有污染班长的汽车。哇塞，把班长绑在排气筒上，带着班长跑，污染班长吗？这个单词肯定不是班长，班长是干嘛的？监督的呀，污染监测器，并且我们还会有带有污染监测器的汽车，是吗？太完美了，刘老师，快点！这些污染监测器在的指的是污染监测器吧？这些污染监测器将会使他们残废。哇塞！当他们冒犯的时候，分的冒犯，告诉我污染监测器将会使谁残废？当谁冒犯的时候，这个地方咱们会讲一个代词指代替的做题方法。代词指代替，记住就近原则和一致原则。
对，往前找，就近跟谁近就是谁，但是还得一致，就是你找的那个词儿带入这句话，得读起来很舒服才行。好，往前找，告诉我 them 指的是谁？你可别说指的是污染监测器，为什么？因为 that 是污染监测器，污染监测器想使谁残废？所以这个 them 应该在污染监测器前面的谁？汽车，对吗？当汽车来连到一块，就是当汽车冒犯的时候，污染监测器将会使汽车残废。这句话也太生动了吧，太拟人化了吧？同学们，你告诉我，当汽车什么的时候，污染监测器将会使汽车残废？就以后你的汽车上都会带有一个污染监测器。当你的汽车冒犯的时候，汽车什么的时候？闯红灯行不行？不行，因为你个污染监测器，你管我闯红灯干嘛？对，offend一定跟污染有关系吧？当汽车排放尾气过量的时候，当汽车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时候，污染监测器就会使汽车残废，不好听，将会使汽车不能出现不能正常工作，将会使汽车停止运作，可以吗？讲到这句话，我顺便跟你说一句，对吗？很多同学都问我熟词生义怎么办？答案：熟词生义不怎么办。你背单词offend，你还就背冒犯、触犯的意思 ；disable 你就背使什么什么残废。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翻译成排污超标？这个地方为什么翻译成对环境造成污染？熟词生义是在语境里边推出来的，你千万不要靠背，同学们。你要背熟词生义，你可傻了，同学们。我勒个天哪！考研总共5500个单词，你要把5500个单词所有意思都会背，10年内不用考研。85岁了，你孙子说爷爷，你还考不考研？爷爷还在背5500个单词所有意思呢。哎，你快点给爷爷提醒一下，那 wisdom 第7个意思爷爷又忘了，快点提醒一下。你到死也不用考研了。所以我们只背单词的基本意思，熟词生义在语境里边它会提醒你的，比如 develop 发展是吗？我们考过一篇文章，考的是老鼠 develop 一个血液细菌传染病，你怎么可能发现老鼠发展了一个血液细菌传染病的？老鼠得了一个血液细菌传染病吧？老鼠患病了吧？老鼠得病了吧？你怎么老鼠发展疾病呢？我们语境会告诉你它的意思的，所以不背熟词生义，你听我的。如果有老师让你背，这个老师应该没考过研究生，纯属调戏你。还背完所有的意思，疯了吧，神经病才背吧，朋友们，你也背不下来呀。1、2、3，走起，从头开始好不好？1、2、3，不张嘴的同学啊，3年内考研究生，请让你不张嘴了啊。我们将会有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聊天节目，并且我们还会有带有污染监测器的汽车。当汽车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时候，这些污染监测器将会使汽车出现问题。讲完了，你翻译对了吗？好，是不是难度越来越大了？但是你好像听得越来越清晰了。这是2008年的翻译题。好，开始了，还是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和连词呀，两个一起找呀。走，达尔文，我才读出来了。达尔文 was convinced that 主句的谓语动词一找到，为什么？因为达尔文前面没有引导词呀。以防万一，在这往后再读。达尔文 was convinced that 这显然是个宾语从句。The loss of this taste for pictures or music was not only a loss of happiness, not only but also 给省了。But might possibly be injurious to the intellect, and more probably to the moral character. 所以这根本都不是一个句子的并列，这是3个句子的并列。Not only 后面是第一个句子， but also 后面是第二个句子， and 后面是第3个句子，所以这是3个句子的并列。同学们，你先告诉我 ，but 后面有没有省略？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 and 的后面一定有省略。你猜我怎么知道的？快点猜！我现在说 and 的后面一定有省略，你猜我怎么知道的？快猜！因为 and 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你怎么知道 ？Was not only a loss, was 有谓语啊。你看 and 后面都没有动词呀。对 ，and 前面是个句子，有 was，and 后面都没有动词，说明 and 后面肯定有省略呀。省略了谁？
他们现在都可以找，现在就可以找，试试吧。and 后面有个 more probably， 副词做状语，加介词 to， 加 moral character 是个什么词？名词。所以 and 后面有个状语加 to 加名词 ，to 就是个介词，那就是状语加介词加名词。所以你应该在 and 前面那句话里边也能找到一个状语加介词加名词，太简单了，快点吧。But might possibly be injurious to the intellect, more probably to the moral character。你应该明显知道 more probably 对应的是 possibly， 副词对应副词呀。这道题出的太简单了 ，to 对应谁？快点 ，to 对应谁？对应 to 呀。The intellect to 后面的 intellect 对应的是 the moral character 呀。那你赶紧告诉我 ，but might possibly be injurious to 这句话有什么 and 后面这句话没有？快点，省略了什么？答，在 more probably 后面省略了，一起说 be injurious。能听懂吗，同学们？刘老师，要不我先翻译一下，然后我最后再找补充省略的内容，行不行？也行。我就告诉你，你其实明显都可以看出来省略了，因为 and 前面是一个句子 ，and 后面它都没有动词，不是句子，肯定有省略呀。省略了 be injurious。好，1、2、3，这句话是个什么结构？谓语是 was convinced， 主语是达尔文，宾语是有 that 引导的3个宾语从句。Not only but also 2个 and 3个，所以这个宾语从句是由3个从句构成的。好，咱们慢慢翻译，先翻译第一个，再翻译第二个，再翻译第3个。急什么呢？先把前面翻译好。达尔文确信 ，be convinced that 写作文的时候就完全等于 think that。达尔文认为 loss 损失、丢失、缺失 ，lose 动词我们很熟，是吗？我们还说 lost，lose 丢失，这是名词，丢失，失去了这些配词词，一定不翻译成胃口。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说的失去对谁的胃口？画画或音乐的胃口。失去对画画和音乐的胃口、爱好、兴趣，对吗，同学们？好，1、2、3，对，又一个数字生意，不翻译成胃口，翻译成兴趣爱好。你怎么能够画画音乐的胃口呢？兴趣爱好呀。来，达尔文认为失去了对于画画和音乐的爱好，不但失去了快乐 happiness， 而且很可能 mind 很可能 be injurious to 固定搭配对什么什么造成的伤害。be injurious to 对什么什么造成伤害，而且对他的 intellect 智商都造成了伤害，并且更可能的是对于他的 moral character 道德 moral 道德认识吗？ character 是不可能翻译成性格的，怎么能对于道德性格造成伤害呢？咱们中国人说道德什么？道德品质，是吗？数字生意都是在语境里边推出来的，而且更可能的是对于他的道德品质也造成了伤害。加个也呀。好，咱们一起把这句话翻译完，必须张嘴啊！不张嘴的同学，我告诉你，我今天中你的手机丢你，信不信？1、2、3，走啊！达尔文确信，失去了对于画画和音乐的兴趣，不但使他失去了快乐，而且很可能对他的智商都造成了伤害，并且更可能对于他的道德品质也造成了伤害。好，结束了。刘老师，这怎么造成的伤害那么大？咱们这篇文章就讲的是人的兴趣其实很重要的。达尔文以前喜欢音乐和画画，后来他不再喜欢音乐画画了，他就失去了很多快乐，而且智商都出现问题了。哇塞，那爱好有那么重要吗？而道德品质都造成。他们告诉你，兴趣爱好真的很重要。我今天讲的不是废话，朋友们，无论你考不考研，都记着我说的话。当你走出大学校园那一刻，你尽量要具备2个东西。走出大学校园那一刻，尽量具备2个东西。我昨天还看到一句话说，不要太在意你的孩子，是吗？这结过婚的人哈，还见过说不要太在意你的工作，就是个挣钱的工具而已。不要太在意你的老公，
有这样说吧？不要太在意你的男朋友，你越在意他，他越不在意你，是吗？同学们，为什么不要太在意你的孩子？不要太在意你的工作，不要太在意你的爱人，不要太在意你的亲密关系？为什么？因为人生是要平衡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同学们，你走出大学校园的时候，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走出大学校园一定要具备3个东西。你听我的，一定听我的，以后你会很幸福。第一个是有一个 skill， 有个技能。技能不是你的大学的专业，研究生还行，已经学得很准确了。比如我学的是计算机的数据库，我就用数据库来挣钱。本科生一般没有个 skill 的，本科生学的是什么？计算机。计算机你学的什么？学了好多呀，学了20多门课。所以大学生没有一个 skill， 大学生只有一个 direction， 对，他只有一个大的方向，他没有 skill。所以如果你确定不读研究生或研究生没考上，你一定要找一个挣钱的技能，就靠一个东西来挣钱。刘老师，你靠什么来挣钱？我就靠讲英语课来挣钱呀。skill 有个技能，这就是你以后的工作了。有个技能是你的工作，你还要有个什么东西？走出大学校园都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interest 就这个东西。兴趣是干嘛的？比如你喜欢弹古筝，小时候你妈都不让你弹，因为没有时间弹，都在学习呢。我上了大学以后，研究生我要报个古筝班，我要弹。比如我一直想学吉他，学呀。比如说啊，我的兴趣就是看书，我特别喜欢看书，行呀。比如说我的兴趣是跳街舞，但是我学的不好，我报个班学，行啊。一定得有兴趣，兴趣是你的什么？是你的生活。叫我说完。大学的时候，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奢侈品。如果能遇到你的爱人，一定要抓住他不放。如果没有遇到你爱的人，一等到社会上遇到也不晚。有了爱人，就有了什么 family。看着黑板那个吧。不要太把工作当回事儿，不要太把家人、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孩子当回事儿。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同学们，我告诉你，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其实比工作和爱人更重要。你听我说，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哪工作，你的生活一定有不顺利的时候。哦，你的工作一定有不顺利的时候，对不对？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所以不要太在意工作，就是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没关系，咱们还有家人的陪伴，咱们还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对，我们还可以转移矛盾啊。好，当你家庭不是很好的时候，老公，你肯定跟你老公有吵架的时候，跟你男朋友吵架，孩子不争气的时候呀，没关系，对，不要太在意孩子，我们还有工作可以转移压力，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对吗，同学们？当有一天你老了，已经退休了，就没有了工作，结果你的爱人也去世了，或爱人帮你的孩子带孩子去了，你就一个人。你看俺们这个我们家小区这些老太太，每天跟爹讨论那个谁谁谁挨打了，谁谁谁和谁谁谁离婚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老了也干这个事儿吗？我可能不会，因为我有自己的兴趣。对，我的兴趣是弹吉他，我就跟那些老年人没事报个老年大学弹吉他，参加表演一下节目呀。我喜欢跳舞，对，就参加各种表演剧啊。我喜欢种花养草，你就种花养草呀。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过得那么无聊，所以生活让我们没那么无聊，技能能让我们找到工作挣到钱，生活有了保证。爱情，其实很多人没有爱情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上还是有家庭比较多。所以你有了技能，你有了兴趣爱好和生活，你有了爱情，人生就非常圆满了。但是记住，不要孤注一掷在任何东西上，你只要孤注在任何东西上都不好。那刘二，我只有爱好，啥也没有，这不叫玩物丧志吗？每天抱着吉他弹，去哪都弹，工作也不工作，让你工作也不挣钱，每天也不结婚，那不就玩物丧志了吗？所以3个缺一不可，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所以达尔文告诉你，兴趣爱好真的很重要。结束了，把这句话停下来，好好看一遍，继续走，好吗？下面咱们要做一道特别难的一道题，你先做好准备。这是95年的阅读第3篇。同学们，我一般不举2000年之前的例子的。如果咱们说你发现有90几年的题，说明这道题出的太好了，不能省略，省略都不完整。这道题几乎代表了省略里边最难的一道题。哇塞，刘老师开始了。好，咱们开始了，做好准备了吗？开始啊。上来以后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和连词呀，刘老师先不急，走了哈。As families move away， 虽然我看到 move 显然是个动词，我都根本都不注意它，为什么？因为 move 前面有 as， 显然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往后读了，同学们啊。From their stable community, they are friends of many years.
and 先别动 ，and their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同学们告诉这个 and 算不算连词？我再读一遍。They are friends of many years, and their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这个 and 在并列两个名词，所以这个 and 装作没看见。讲完了，那它不是主句，主句的谓语动词在哪呢？还没读到呢呀，记忆上面呀。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is cut off。告诉我谓语是谁？你要感受这意思，同学们，说明第一节课你没有听，认真听吧。意思只是个助动词，帮助 cut off 构成被动啊，所以谓语是谁？谓语是 is cut off。意思只是个助动词，帮助 cut off 构成被动的一个助动词而已。那它前面 the informal flow， 那它前面也没有引导词呀 ，the informal flow， 所以这句话的谓语就是 is cut off， 主语就是 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所以这句话是个主谓结构。那刘老师这一套是什么语？答管它什么语？刘老师也没讲到，我只需要找到主谓不就很好了吗？我只要知道 and 后面省着谁不就很好了吗？定语状语还没讲呢，记什么呀？主谓结构找到了。And with it the confidence and with it， 那 and 这个 and 算刘老师，你看 and 前面是个句子 ，and 后面是个介词短语，所以 and 有可能有省略圈住。好，主句的谓语动词已找到，现在是连词后面有省略嘛？不是的，先读完。And with it the confidence that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 and will b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同学们，你猜 and 后面有没有省略？咱们猜着玩，来猜着玩。同学们，你能不能感到这条是一个定语在修饰 confidence？The confident that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 and will be， 这怎么还有一个 and？ 刚才读漏了，刘老师。and will be， 同学们你能看到吗？那这个定语是从 that 到哪结束呢？刘老师，到 needed 结束，还是到句末结束？我怎么不知道？好，我也装作不知道，好不好，同学们？那这个地方定语到哪结束我也不知道，刘老师。那咱就不看了呗。那 and 后面找的一点都不好，没关系，咱们先把 and 前面翻译好，再看 and 后面，不急。我既然说这句话特别难，说明 and 后面几乎确定会有省略，省略了谁我不知道，我先翻译 and 前面呀，我急什么呀？我急什么呀？来翻译吧，咱先翻译主干吧，走。非正式的什么流，信息流就被切断了。同学们，你知道什么叫非正式的信息流吗？比如你在网上搜王一博今年多大了，那就是正式的信息。什么叫非正式的信息流？就是小道消息。好，1、2、3开始了啊！走，随着，对，小道消息被切断了。小道消息就是在官方找不到的消息呀。好，从头翻译。随着家人还是家庭呢 ？Family 可以翻成家庭，也可以翻成家人。咱们走一下，先试试。搬离他们 stable 认识吗？稳定的社区。他们多年的朋友，快点大声说 ！Family 是家人还是家庭？一定是家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家人才有朋友呀。所以数词生意怎么来？在语境里边推出来。来，1、2、3，随着家人搬离他们稳定的社区，他们多年的朋友和他们的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extended 什么意思？延伸的家庭关系。relationship 是关系吧，朋友们？延伸的家庭关系是什么家庭关系呢？其实我们家庭分成2种，一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就是你家里边只有你爸、你妈、你和你弟弟。这就是核心家庭。什么叫延伸的家庭关系？就是你家里边还有你二舅、3大姨夫、你爷爷奶奶、二舅都在你们家住，大家庭关系。所以封建社会就是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 叫大家庭关系，是吗，同学们？好，1、2、3，先把这个从句翻译好，管它什么从句，先翻译好呀。走，随着家人搬离他们稳定的社区，他们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大家庭关系，逗号。这种小道消息就被切断了。好，先不往下讲了，告诉我这句话你听懂没有？听懂了吗？为什么？因为小道消息是在熟人之间传播的，能听懂吗，朋友们？
你没有熟人，你哪有小道消息嘛？你在网上找的都官方消息啊。那所以当家人搬离他们稳定的社区，搬离他们多年的朋友，搬离他们大家庭关系以后，就没有小道消息了，很好理解吧？比如你家在重庆住，后来研究生考上了哈工大，去了哈尔滨读书，你就没有小道消息，所以小道消息就被切断了。好，安的前面翻译的特别好，完美。现在就是安的后，刘老师，安的后只看安的后啊，并且和他一起。这个 it 是个代词，我们需要往前找 it 所指的内容，往前找就近和一致原则。和谁一起？离他最近的那个名词是谁？非正式的信息，也就是小道消息，那就是咱先翻译成小道消息。一会儿翻译完，如果你觉得不对劲，说明咱们找错了，再往前找。如果翻译的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小道消息了，好不好？来，并且和小道消息一起，这种自信，什么自信？好，定语，咱们看看这定语到哪结束，好不好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走，信息将会是可得到的 available。当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当需要的时候，信息将会是可得到的自信。怎么有一个 and 呀？那这个 and 在并列谁呀，刘老师啊？好，我给你1分钟，太多了吧？给你10秒钟，告诉我 and 在并列谁？再读一遍。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 and will b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很太容易找了。will be，所以 and 和 will be 中间省略了主语是谁？大声说 ，information。对，这个省略很简单，一下都找到了。那行了。说明 that 后面不是一个从句，而是2个从句，所以从这到这一坨全是 confidence 的什么语？你就说定语吧，其实它是同外语。哎，你就说定语吧，因为我讲到定语和同外语，我会讲它们的区别。在我没讲之前，他们就记住，名词后面有个从句就是定语从句。啊，你先别问他们的区别，咱们讲到后期说。哦，这是 and 在并列2个主语一样定语从句在修饰 confidence 哟。第一个是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when needed， 第二个是 information will b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哦，说明这一坨都是定语在修饰自信。好，咱们把这个自信的定语加上来，1、2、3，什么的自信呢？当需要的时候，信息将会是可得到的。我咋觉得哎，翻译的有点别嘴偏了。就是当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你发没发现加个虚指词更好听？我刚才不小心说出来了，就是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信息。这个我们是个虚指词，不指哪个人，是不是很好听？再来一遍，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这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将会是 trustworthy， 令人信服的 ，and reliable， 可靠的。可靠的不就是令人信服的吗？所以 trustworthy 和 reliable 是同义词，翻译出来一个意思都行，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得自信。好难听啊，刘老师，好难听啊，好难听！我再翻一遍，再翻一遍，别生气啊，这个句话很难。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令人信服的，得自信。我咋听着不好听？你听，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令人信服的。咱们听，我爱刘小燕，并且刘小燕是美丽的，倒不如直接翻译成，咱们听，我爱刘小燕，并且刘小燕是美丽的，太啰嗦了，直接翻译成我爱美丽的刘小燕。所以你倒不如把可靠的直接翻译到信息的前面去。1、2、3，就翻译 that 到 reliable 啊。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些可靠的信息的自信，好听多了。再来一遍，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可靠的信息的自信。告诉我 and 后面有没有省略啊？从 that 到 reliable 都是定语在修饰 confidence， 答 and 后面一定有省略。1、意思读起来不对劲；2、and 前面是个句子 ，and 后面是一个名词加定语。你看 and 后面是个名词加定语，它连谓语都没有 ，and 前面是个句子，后边连谓语都没有，肯定有省略呀。对，有省略，那就省略了谁呢？好，咱们看看省略了谁。1、2、3，
别动，同学们眼睛都不要眨啊。and 后面省略了谁？来，咱们找呀。and 后面有个 visit， 没讲错吧，同学们？好，告诉 visit 是什么语？你不能说是状语，为什么？因为 visit 有可能是表语呢。咱们前面不是讲过吗？表语也可能是个介词短语啊。I am at home，I am in 重庆，还记得吗？对，它可能是个表语呀 ，I visit， 它也可能是一个定语啊，它也可能是个状语啊。介词短语可以做定语啊，我还没讲呢呀。哇塞，那 visit 什么语？我不知道呀，所以我只能写 and 后面是个介词短语啊。它不像副词，因为见到副词一定是状语，见到动词一定是谓语，见到介词短语可不敢说一定是什么语哦。那 coffee 那是个什么词？名词呀。在的后面这一坨什么语？定语呀。所以 and 后面有什么成分 ？and 后面有个介词短语，加名词加定语。and 后面有个介词短语加名词加定语，别跑神，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说明我能在 and 前面那句话也能找到一个介词短语加名词加定语。找到以后我再看 and 前面那句话比 and 后面那句话多了谁？不就是省略内容吗？好，请看 and 前面这句话 ，and 前面这句话是看着黑板 ，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is cut off。好，我再读一遍 ，The informal flow of information is cut off。好，请告诉我，你找到介词短语加名词加定语了吗？答，我没找到介词短语，但是我找到了名词加定语。名词不就是 the informal flow 吗 ？of information 不就是定语吗？讲完了。咋没找到介词短语？咋没找到介词短语？等一会儿，先别激动。哦，找到名词加定语了。1、2、3说 ，the informal flow 对应谁？对应谁 ？the confidence of information 定语对应谁？从 that 到 reliable。名词对应名词呀，定语对应定语呀。哦，是。但是介词短语没找到，你先别急，那你赶紧告诉我，连词前面这句话比连词后面多了谁 ？The informal flow 找到了对应成分 ，of information 找到了对应成分，谁没找到 ？is cut off。所以连词后面这句话省略了 is cut off， 那应该把 is cut off 补充在什么位置呢？答，补充在名词加定语的后边呀。哦，名词加定语后面，名词是 confidence， 定语是 that 到 reliable， 那就在最后对吗？刘老师，对呀 ，is cut off， 你说对了吗？那就是什么样的自信也被切断了，什么样的自信也被切断了。你先别问为什么介词短语没找到对应成分，咱们先把这句话翻译完好不好？来结束完咱们再说为什么介词短语没有找到对应成分，等一会儿说。好，来1、2、3，这句话翻译成，每个人都张嘴。这句话听完以后，咱们要再回头看2遍，再听下一句话。走，随着家人搬离他们稳定的社区，他们多年的朋友和他们的大家庭关系，这种小道消息就被切断了，并且和小道消息一起，什么样的自信也被切断了？什么样的自信？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可靠的信息的自信也被切断了。同学们，我觉得自信被切断不好听，这种自信也怎么了？也消失了。很好理解吗？比如以前你在重庆住，我要让你打听点小道消息，好不好？比如大雁结婚了吗？大雁到底几个孩子呀？这种小道消息，你打听都打听准了。后来你离开了重庆，去了哈尔滨，不读研究生去了吗？对吧？你看，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可靠的信息的自信，是不是也消失了？在哈尔滨，我在到那问你，我说你再帮我问问大雁现在有生3胎没有啊？你帮我问问大雁和她老公现在离婚了没有啊？你说老师，我真不知道了，我现在已经离开家好久了，对吧？随着这个，你看，对吗？你这种自信也没了。哎呀，我真的打听不出来了。哎呀，我二舅现在好久也没联系了，我已经好久不在重庆住了。啊，真抱歉，不知道了。对，这种自信也消失了。对吗？要不再翻译一遍吧，同学们，1、2、3，再来一遍，用心去翻译，看着黑板去翻译，不要只是扬着个脸。
随着家人搬离他们稳定的社区，他们多年的朋友，他们大家庭关系，这种非正式的信息流就被切断了，并且和非正式的信息流一起，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可靠的信息的自信也随之消失了。好，现在开始讲为什么介词短语没找到对应的成分。所以刚才他们记的是有问题的，赶紧回头去找咱们的笔记。刚才你记的是一句话只要有省略一定在连词后，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刚才说是不是还打个问号？改了吧，那个一定。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通常都要有。对，通常都要，不是一定得有的。那这个通常是什么意思？咱们你一定别跑，是深呼一口气，或者摁个暂停，深呼一口气，咱们开始讲了。这个有点难点，不好理解，同学们哈。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通常都要有。这个通常是什么意思？听好，别跑神哦。开始了，这是个连词。如果按的后面只有一个成分，比如名词，所以你告诉我按的前是一定能找到这个名词的对应成分，还是通常能找到？如果按的后面只有一个成分，告诉按的前面是一定能找到，还是通常能找到？答一定得找到。先别问，一会儿就知道了。那如果按的后面有三个成分呢？介词、短语加名词加定语。答一定能找到介词、短语对应成分吗？答通常应该能找到，但是也不一定能找到。名词一定能找到对应成分吗？答通常应该能找到，但是不一定能找到。定语一定能找到对应成分吗？答通常能找到，也可能找不到。但是可不可能这三个一个都找不到？可不可能？介词、短语、名词和定语一个都没找到，可不可能？答不可能。为什么？如果一个对应成分都找不到，你怎么查找省略的内容？所以他仨至少得找到一个吧，一个都找不到，这个题就不做了。那你现在回头再看，如果按的后面只有一个成分，那按的前一定得找到。听懂通常了吗？好，记笔记，什么叫通常都要有？走。如果连词后只有一个成分的话，没关系，我还带你做好几道题呢，不急，慢慢来。写通常，不好意思，停了，再重来。如果连词后只有一个成分的话，连词前一定能找到它的对应成分。如果连词后只有一个成分的话，连词前一定能找到它的对应成分。分号。如果连词后有多个成分的话，连词前不一定都能找到它们的对应成分。连词前不一定都能找到它们的对应成分，但是至少得找到一个。好，讲完了。比如说我有点听懂了，还举例子，我举，放心。这时候你应该把咱们前面讲的5道题好好的看一下，再听这一句，好不好？咱们我跟你说，如果你的基础比较差的同学，你就不要记通常，你就记住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95%的这种省略都是一定都有的，就是通常的，就个别成分找不到是很少的。基础不是特别好，就你也不想把这个省略部分考到满分，你就记住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就行了。通常都要有，这种例外很少，基本上都是一定有。你听我的，来再做一道题，第6题。